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女领导要我帮她代购88000香奈，买回来，她非说款式不对，不肯给钱，还到处造谣我被人包养。她刷的是老男人的卡，公司容不下这样不干不净的货色，就该给她教训。她说的对，刷卡的确实不是我，是我亲哥，集团老总，他顶头上司。我的确不能让这种货色留在公司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的领导是个奇葩，入职当天，他看到我父母资料一栏是空白后，就当着所有同事面挑衅，赵北北无父无母的，真可怜，大家以后可要多照应他呀。关照的意思就是脏活累活都扔给我，反正没背景。我只想说，空白不代表没有。我爸的名字与集团名肩并肩，要真填了，这工作也别做了。我去见客户，背了 LV 那款基础托特包装资料，冯经理偷捏了一路，确定是真货后，冷笑：小赵，你家庭这样，我们是不歧视你，可你不能因为虚荣就误入歧途啊！好阴阳怪气，但我不生气，反而很诧异。歧途？领导您说什么呀？我自从跟着您后，学到了特别多东西，眼界也开阔了，就指望您带着我们升职加薪了。您可千万别妄自菲薄呀！他气得脸一下就黑了。打那天起，他小到咖啡下午茶，大到出差机票酒店，甚至宴请客户都要让我先垫资，美其名曰反正小赵不差钱，就让他去表现呗。五一长假，我跟闺蜜去澳门，她私信我买包，就这个款，着急要，一定要买到哦。笑死，8万的包，钱不赚，又想故技重施，我也不惯着谁，直接打开官网，点了货到付款服务，直接送到他家。着急要是吧？送你个同城加急。赵北北，有你这样办事的吗？上班当天，冯琴琴气冲冲来问罪，我让你代购，你做的啥？你这是怕我不给钱啊？同事们不敢吭气，一个个假装忙碌，我装作特别委屈，仿佛被他恐吓到。啊，是您说要着急要，店员说这款官网有，我才帮您下单的。现在利率不友好，过关又要备税20%，这样做不是更省钱吗？啊，难道您没收到？冯琴琴脸上一阵红一阵白，包是送到了，可不巧那会儿她正在家招待几个领导，一开门，快递大声说要88000，这数字让领导表情都微妙了，走时还不忘敲打他一番。事后有同事提醒，你完了，他有背景的，说是总部集团董事的女友，遇到这种领导，你要不熬，要不跑，早点2选1吧。跑，我是一定跑不掉的。我对着 PPT 叹气，这家南北集团就是我家产业，我能逃哪去？简直插翅难飞好吗？大4毕业，我一头热想创业，我哥现任集团执行总裁冷笑：创业先从打工做起，做出点成绩再说。在冯琴琴这种废物手下，要干出成绩可不容易。业务上他只会浑水摸鱼，最简单的 Word 文档都不会操作，随意刁难，随地发火，随时刻薄，成为他管理员工的3把斧。他常吹自己是美国波士顿大学毕业，有次跟新客户开会，对方也是那边来的，我顺口说：好巧，我们经理跟您是校友哀。冯琴琴一脸吃到屎的表情，客户热情地用英语一顿输出，都把他听懵了，眼神左闪右躲，憋了半天，抓耳挠腮来了句 Nice to meet you。 客户所有交流最后全靠我同传。冯琴琴大破防，回办公室后满脸涨红，声嘶力竭：赵北北，
你刚笑什么？你眼里到底有没有我这个领导？别以为会几句英语就了不得。他气得鼻头假体都膨胀了。我显得特别恭敬，眼里有，心里也有。我刚是为2位校友千里有缘来相会的缘分感到高兴，难道还有什么值得笑的地方我没注意到吗？他怒了，我看你就是想攀高枝，眼巴巴冲着人客户去的。我大惊，您这话不能乱说，要传出去，人家万一告我们，告您职场性骚扰咋办？鬼佬很在意这些的。我不忘补刀，对了，客户说周末有波士顿大学中华区聚会，您去吗？冒牌货梗着脖子，没空，不去。他秘书刚来，不明所以，还提醒经理，您周末是有空的呀。冯琴琴气炸了，同事们都要笑傻了，死死埋着头乱敲键盘。我不怕冯琴琴，并不是因为我真实身份，而是只有没本事的人才靠发火当作震慑人的武器。他几次想炒我，都被业务部拒绝，没辙。我专业素质最硬，还精通英法两语，客户点名要我，一个部门里总不能都是吃闲饭的关系户吧？工作挑不出次，他就另辟蹊径，专挑周末饭点找人。赵北北，人呢？周末就找不到了，电话也不接。不要以为周末就是非工作时间，公司那么难，还养着你们，不知感恩。记住，工资是按月给你的，不是按22天的。如果你再这样，以后工资就按22天来发，24小时手机不能关机，做不到就滚蛋。对工作都不积极的人，迟早被社会淘汰。我跟我哥正吃饭，一看手机气笑了，真着急，为什么不打电话？工作小群不能找，非要在大群显摆。我抄起手机，噼里啪啦回：经理晚上好呀，您说的方案我周4已提交，钉钉上显示您已读，等您批了就能发客户看了。至于您说的22天，根据我国劳动法，看我卡住。我哥顺口补充，劳动法第51条的规定，法定节假日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支付工资。对，我啪啪续上，嘴上不忘吐槽，你不是说我工作你不插手吗？他说过，进了职场就是上下级关系，互不干涉。我哥一本正经，我只是提供法律咨询，算你钱的，下顿饭你请。大群里静悄悄，方便我大段输出。刚过去的5·1劳动节，就是为了纪念当年勇敢的国际劳动者。我们现在的8小时工作制，可是他们用血泪争取来的。我记得咱们集团的赵思南总裁刚荣获今年省里的5·1标兵呢。赵思南是我哥大名，既然提到总裁，一直潜水的分公司老大发话了：冯经理，公司制度不能凌驾法律之上。什么叫公司那么困难了？考虑过图被人截出去会发生什么吗？工作问题大可以私下解决，不要带别的情绪。确实，现在很多公关危机都是一句话、一张截图、一段视频引起的。网络时代，蝼蚁亦能撼树。冯琴琴慌了，干巴巴解释自己不是这意思。其他部门贱兮兮，见缝插针发了几条集团业绩逆势上扬的新闻。最后，向来一毛不拔的他发了几轮大红包，才把事儿翻篇。我也抢了，在下不才，抢了个最大的。冯琴琴得罪我，钱又没有，咱不跟钱过不去。工作上我全力以赴，该干的活绝不推脱，但形式主义的加班，我不奉陪，也不内耗。我妈就是内耗死的。当年她跟我爸白手起家，飞黄腾达后，我爸染上了有钱人通病花心。他在外跟女明星打得火热，每天不着家，亲戚们一个劲损我妈没本事，
套不住男人的身心。我爸大张旗鼓给女明星过生日那天，我妈选择了割腕。她走后，我就靠我哥拉扯长大。他高一就要替我去开小学家长会，初中有男生给我写情书，对方妈妈闹到班上，怪我勾引他儿子，有爹生没娘养的。我儿要考不上重点高中，就赖你。我哥把我护在身后，他那会儿才高三，个头很高，已经有了不怒自威的气质。赖什么？赖我家孩子漂亮优秀，赖你家儿子矮胖胆小，考不上建议去检查智商，这钱你出不起，我帮你。对方气得直骂脏话。阿姨，劝你留口德。我哥顶着185的大高个说，我还没满18，你要辱骂未成年吗？我家孩子被骚扰，受了无妄之灾，可学校不作为，老师不阻止，造谣的、传谣的，我一并告。等我们的律师信吧。哦，如果你儿子检测出来是弱智，我可以对他撤诉。对恶人，你退一步，绝对不会海阔天空。他们不会记得你的忍让，只会觉得你是可拿捏的软柿子。原则问题，我们寸土不让。冯琴琴想了新招整我，她先是和颜悦色找我谈话，让我揭露同事的缺点，嘴上让我大胆点，我不会告诉他们的。信你我就傻了，我睁着眼睛说起瞎话。真的吗？ Cindy 姐天天减肥，身材太好，搞得我压力很大。劝下吧，给我条活路，看一计不成。他改口离间我跟组员，同事们普遍反映你缺乏团队精神，不爱加班，带来了不良影响。经理，我上次加班发现了一个秘密，您知道为什么我们办公室气温总比外头低吗？我压低音量，这儿风水不好。客人啊，冯琴琴愣了下，没转过弯来。尤其您坐的办公室，横梁压顶，寓意升迁不顺，位置还差，在西北角，所以做事总吃力不讨好的位置，一波三折，付出与回报不匹配。他嘴上说胡说，可表情不自觉慎重起来，身子还朝我倾。是这样吗？能量都是相生相克的，老祖宗的东西，宁可信其有啊。不然香港那么多富豪，请大师干嘛呢？人家不比我们有见识。我微笑表示他眼底青黑，肩膀疼还肩带失眠多梦，全是阴气过重，得掉了。白天人多还好，太阳下山阴气重，您得小心点。他表面呵斥我搞迷信，可第二天拎包准点走人，火烧屁股似的，那是1秒钟都不能再待。我最近确实觉得轻松了不少，睡觉也不鬼压床了。小赵，看不出有点本事吗？冯琴琴气色红润了，连带对我都和颜悦色了。我做受宠若惊状，那感情好。他之前装勤劳，每天窝办公室看电视剧到10点，再打卡发朋友圈，一副工作超负荷为公司呕心沥血的样子。久坐血液不循环，脾气还暴躁，心情能好吗？我适时提出，您今年本命年，不如搬去后头那间办公室。在八卦中，乾卦是领导的位置，代表权力，有利于升迁，也有利于正缘的。那个办公室有墙隔断，监督不到我们，完美。同事们都惊呆了。自从他搬进去后，办公室氛围大为改善，大家效率都高了。我微微一笑，深藏功与名，我的不要脸全是跟我哥学的。三姑六婆催我嫁人时，他会冷冷说，嫁人别想，培养他花了多少钱，必须给我好好干。赵北北，你先给我干到部门第一，要是年度业务增长达不到200%，就滚出这个家。那副资本家的嘴脸把八婆们吓跑了。但是等我独立带项目开始，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开始，我哥的口头禅就成了惨兮兮的，北总现在飞黄腾达了，
都要不知道回家的路怎么走了。我洗完澡出来，他吓一跳，顾北北，你怎么上班上的眼珠子都小了？他立刻就要给家庭医生打电话。我气得狂踢他，我摘了美瞳而已，你懂什么呀？我哥这才松口气。某天上班，突然全公司响起眼保健操的音乐，行政主管通知大家，赵总担心大家用眼健康，提倡1天做2次，请大家务必执行。大家感动，赵总日理万机，还操心咱们的眼睛呢。好在付出是有收获的，项目超乎预期的成功，拿了分公司年度飞跃奖。颁奖那天，我哥也来了，他的到来让分公司受宠若惊，排场搞得特别大。我哥为了颁奖，特意穿得跟男模似的，3件套铁灰色西装，引得女员工花痴的不行。他少年老成，人前不苟言笑，微信里倒活蹦乱跳。北总要拿奖了，紧张雀跃，等北总请吃饭，无语。我拿奖，他在雀跃个什么呀？我脸微热，小奖而已，别小题大做了，那不一样。亲妹的血汗钱，吃起来比较有成就感。他含笑看着大屏幕，直到上面出现获奖人冯雨美，我愣住，组员也一起傻眼。这人是冯经理的侄女，关系户，平日吃闲饭，什么都不干，项目组里压根没他。我冷着脸质问，怎么是冯雨美？请问他做过什么？冯经理嗤笑，怎么没？一个项目是大家伙齐心协力的成果，你别以为自己能独占。赵北北，我知道你平时嫉妒雨美，可她就是适合比你站在大舞台上。他侄女在掌声中含羞带俏地走向我哥，她今天精心打扮过，短裙配大波浪卷，冯经理特意让一束光打她身上，烘托得她整个人闪闪发光。她双手合十，崇拜无比。赵总，我特别崇拜您，您的每篇报道我都看过，我努力进南北集团都是因为您。我哥表情不变，脸眉扫了眼台下，冯经理眉开眼笑，看，我们家于美从小照着贵族培养，跟总裁多般配啊，总裁会喜欢她，太正常了。马屁精同事奋力鼓掌，对呀对呀，真配，金童玉女呀。他们不知道，我哥这人看着人模狗样，实际特别锱铢必较。妈妈葬礼上，我爸带着小三上门献花祭拜，我哥一人挡在门口，无论我爸怎么斥责他没礼貌、没大局观，他都没有退半分。他也是现在这副似笑非笑的表情。我的礼貌准备全给您2位走时用，感动吗？侵犯他领地的人会被撕碎。我哥没递出奖杯，而是微笑着举起麦克风。既然这样，那你来介绍下这个项目的情况，主要是成本控制这块，给你15分钟。我很想听下冯小姐的思路。好家伙，颁奖现场秒变路演会。冯雨美笑容僵住，支支吾吾，眼神飘忽，那是半点也答不上。我笑死，他懂个屁呀！这个项目最开始是冯经理给我挖的坑，客户原本不想续约，他才让我去跟，一旦最后流失，就能赖到我头上，跟自己撇清关系。谁知我们真啃下了硬骨头，其中艰辛，我哥是看在眼里的。眼看冯雨美说不出半句有价值的，下面领导也跟着急了。冯经理赶忙打圆场，赵总，这些太细节的东西他记不太清了，都过去好一阵了。对，我回头发您好吗？他泪眼婆娑，撒娇似的。赵总，人家主要是见您太紧张了啦。他平时用这招指挥的男同事团团转，可我哥这种锱铢必较的人怎么会轻易放过他？他恍然大悟说，这样啊，那你还有什么记得的，都可以分享下啊。
机会难得，聚光灯依旧笼在冯雨美身上，像皇帝的那层新衣。他一会儿无助地看冯经理，一会儿看我哥。我的男组员在台下直接起哄，他懂个屁，每天只会买拆快递，压根什么都没做过，根本就不是我们组的，任人唯亲，软饭硬吃。冯经理很瞪他们，呵斥，乱说什么，都给我闭嘴。我们组长只有一个，就是赵北北，场面可以说一度很难看。我哥自始至终也没搬出那个奖，他下台前冷冷留下一句，来领奖却什么也不知道，真挺有意思，上行下效。我看你们这是该整顿了。冯琴琴原本是想调去采购部，这下彻底没戏了。他不是跟总部财务总监有一腿吗？被人大老婆发现，上周闹到总公司，可低调没几天，他行事又越发高调起来，胡乱报销走账，行事更冷血，策划张姐外婆重病要请假回去，冯经理就是不批，都说外婆了，外字懂不懂啊？你妈都嫁出去了，还轮得到你去管呢？再说了，等人真死了再批也不迟。听听，是人话吗？我们一致认为他又找到新山头了。果然，聚餐时他心腹不经意透露，你们知道冯总现在谈的对象是谁吗？说出来吓死你们。好了，都低调点。冯琴琴得意洋洋做了个嘘声的动作，刚谈呢，就怕嘴碎的到处说，我们都不是高调的人，大家都竖起耳朵，包括我。冯总现在的男友就是我们南北集团老董事长赵天福。众人倒抽泣，我差点被嘴里半口饭呛得死去活来。什么？我爸跟冯琴琴？我立刻微信我哥，他人在国外，回得挺快。老头子在非洲啊，前几天股东大会才连线上。怎么了？我爸宫斗失败，被我哥踢出国后，开始热爱摄影，全世界乱跑。我糊涂了，那冯琴琴是跟哪门子赵天福谈恋爱？这事大家知道就成。我们赵董事长虽然退居二线，但怎么说都是创始人，能量依旧，好好跟我干，以后有什么好事少不了你们。他美滋滋画饼，生怕我们不信，还点开相册，我就给你们看一眼，千万不能对外乱说哦。他放大照片，所有人都捂住嘴。天，真的是赵董事长，我也傻眼了。等等，跟冯琴琴贴脸比耶的老男人，不是我家司机赵叔吗？是这样的，赵叔是我家远房亲戚，穷得吃不上饭，才来城里投奔我们。他跟爸长得挺像，都是国字脸，浓眉大眼那种。我爸穿不下的衣服他穿，我爸不开的豪车他开着。比起已经黑成炭的我爸，赵叔现在更像集团画册里的老董事长。我恍恍惚惚回家，正好碰到赵叔乐呵呵提着一袋名牌进来。我问赵叔，你这皮带真好看，是女朋友送的吗？对呀，有女白领追我呢。赵叔得意洋洋吹嘘起艳遇。那天去公司接你哥，我在附近茶餐厅吃饭，他一杯水到我身上，非说要帮我干洗，这一来二去就熟了嘛。看我这鞋，这衬衣都是他给买的，都是名牌。他不嫌弃我离婚，我说我只是普通司机，他也说不在乎，就图我这个人。我连忙祝福。有天我无意听到冯经理跟人聊电话，该我命好发达。我去外头吃饭，一眼就认出那人是赵天福，他还装说自己是司机，我陪他装。富豪不都爱玩这套吗？说自己是穷人，生怕别人馋他钱。哪个穷人开奔驰？我故意弄脏了他衣服，送去干洗的老板说，他身上那件开司米开衫虽然没 logo， 但是顶级小山羊绒材质，光那一件
就得好几万。我可偷偷检查过他车载导航，回的家就是赵思南的别墅。他美美的欣赏指甲，怎么拿下的？呵呵。灌醉后扶回家，大功告成。我家人们，这可真是双向奔赴了。拆穿那万万不能的，宁拆十座庙，不毁一桩婚啊！冯经理春风满脸提着鳄鱼皮爱马仕回公司，短短几步路，走出了袁世凯登基、甄嬛回宫的架势。马屁精同事们一拥而上，排着队想摸摸。天哪，是鳄鱼皮的吧？可得要几十万啊！光有钱可买不到，这种要配货，有身份才能买到。冯总，什么时候结婚啊？嫁入豪门还会出来工作吗？公司可离不得您啊！姐夫要不让您回来主持大局，我们第一个有意见。我听得直叹气。老赵还挺下本，这款超位版的爱马仕也得小2000，他不懂数字支付，还是让我帮忙转的呢。冯经理小心翼翼放下包，笑说：“老赵以前可都是给女明星买千万珠宝的，给我送个包，你们就吓到了。不过我不是虚荣的女人，不稀罕那些，就图他人好。”背地里，她在厕所跟闺蜜合计：“我呀，高低得给老赵生个儿子，我正好在隔壁间呢。”吓哆嗦了。她一儿一女，女儿迟早要嫁出去，不足为惧。就是赵思南最麻烦，我打听过了，老赵发妻是自杀的，后头谈的不少女人都没能进门。赵思南手段狠又霸道，说后妈会对他妹不好，一个都不准进门。我无语。大姐有点常识，就算嫁出去，我手握的股份一直跟我哥是持平的，所以我得低调点。等我生了，一切都好办。老来得子，老赵不可能不疼。况且法律现在规定，私生子也有继承权的。好家伙，看过人画饼，没看过凭空画儿子的。但他是真努力，快40的年纪，各种钻研备孕，吃叶酸，找神婆，啃香灰，算时辰。他卷，老赵也跟着被卷，每天一副被榨干的憔悴样，大白天开车都在打瞌睡，连闯3个红灯。我哥不满意，直接停了他的职。老赵在我们家低眉顺眼的，但外头很有气性的，把气全撒冯经理身上。开会时，我好几次发现他鼻青脸肿，发现我探究的视线，他眉梢高挑，骂我看什么看，打是情骂是爱，没看过人家夫妻恩爱呀。没看过，就靠你们多晒晒了。我很好奇，老赵到底知不知情？我哥说有什么区别，结果都是一样。就算知道，他也会顺水推舟，性格决定命运。有天，我看见冯琴琴在奢侈品店给老赵买衣服，她全程撒娇：“老公，你什么时候带我回家见人啊？”老赵不情愿地哼哼：“我子女还不大乐意，以后再看吧。”冯琴琴很失望。也是巧了，老赵离婚前也是一对子女，他大儿子不学无术，前些日子把人打残，得赔30万，他哪里给得出，就问冯琴琴借。他平日连厕所卷纸都要卷回家，这次二话不说转账，钱不够就从项目渠道费里扣，这一定是对我的最终考验。只有共患难，我以后才能享到福。他在老赵身上实在下了血本，连欠条都没打。我们有个供应商库，每个季度都要评选优劣，用末位淘汰制那种。最近换了一大批，张姐私下跟我通气，都换成垃圾关系户，做事偷工减料，渠道成本还比市面高了足足30%。这样下去，项目怎么落地？他是部门资深策划，做事踏实。我初来乍到时，很多事是他手把手教我。可惜这个社会能往上爬的，往往不是他们，
冯琴琴单独召见我，暗示我拿回扣。我不动声色说：“您跟老总是一家，我可不是，不敢不敢。”我拒绝后，公司里就开始传谣，说我傍大款，黄谣一套套，编的那叫一个生龙活虎。他甚至让技术锁了我电脑，拖延项目进度。冯琴琴借机朝我们发难，供应商哪里差了？那么多年不都这样吗？人家很难的，别一天到晚赖别人，多找找自己原因。那么多年有没有认真工作？重压下，张姐决定辞职，我紧随其后。走那天，冯琴琴得胜将军似的挺起肚子：“你们敢回来，办公室就是少一支笔，我也要告你们入室偷窃！”狗吠得好大声啊！我听着他的嘲弄声，心平气和地笑了。是的，他成功怀上了孩子，说3个月了，孩子就是他肆无忌惮的本钱。逼走的这批是业务骨干，我垂涎很久了，一离职就被我全截胡。各位，要不先去看看我们的新办公室？我的创业梦空了整1年了。我按下电梯，他们以为我气傻了，怎么不是往下走？我说没错，我公司也在这栋楼，在66楼，更高、更贵，视野也更广。怎么不算是人往高处走呢？他们以为我说的办公室顶多是个小破单间，结果66楼门一开，实打实的一整层精装，四面通透，落地玻璃俯瞰整个城市最繁华的 CBD。张姐惊得捂住嘴：“不是，你这租金一平要多少？太贵了吧？北北，做事还是量力而为。”我说不需要。这一层就在我名下，电脑全都顶配，办公器材齐全。现在缺的就是人，可以齐心协力，一起奔着目标去的伙伴。我看着大家伙工作这1年，我学到很多，不仅是技术上，更多是为人处事。要带好一个团队，比我想象中要更难。我走过弯路，四处碰壁，学着低头，也学会从失败里找出路。我为新公司取名北极星，寓意希望，在黑暗中、挫折中，依旧不放弃发光的希望。我们不是无足轻重的螺丝钉，是北极星。每一个你我都是如此重要。这1年有多难，大家有目共睹，但那么难，我们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果。那现在，在这个新起点，大家愿意跟我继续并肩作战吗？片刻的寂静后，张姐率先朝我伸手。那以后就请北总多多指教了。她的手温暖干燥，让我想到入职那天，在冯琴琴当众埋汰我后，也是她第一个朝我伸出手。那时她笑着对我说欢迎，现在也该轮到我了。接着第2人、第3人一起啊，也轮到我们抱大腿了。好啊，每天跟我们拼叨叨抢辣条，没想到富2代就在身边，干他丫的！小北要带我们发财致富了，大家欢呼着，雀跃着，梦想让大家眼里闪闪发光。我眼眶同样潮湿，但那一定是窗外骄阳迎面的缘故。好，那就提前祝我们新的1年前途似锦了。创业忙，我干脆搬到写字楼旁的大平层住。有天保姆告诉我，小姐，老赵趁我休假，偷偷带人来家里。我调出监控，好家伙，又是冯琴琴，她女主人一样在别墅里晃悠。老赵紧张的左顾右看，他娇嗔：老赵，以后我跟孩子的房间在哪呢？我跟我哥的卧室都在2楼。他打死不敢把人往上领，这是老宅，不适合你，在外头住也一样的。临走前，他顺手摸走了个水晶摆件。保姆说报警吧，我说当然，但不是现在，摆件可还不够入刑条件，有什么都发过来，我之后有用。冯琴琴很快知道了北极星，她带着冯雨美杀上66楼，进来就想打砸。
好啊，我说你们走得那么痛快呢，我早说离职的都该给公司赔偿费。看啊，养出一批吃里扒外的白眼狼！我直接按警铃，安保来得飞快，推攘中他尖叫：“别碰我！知道我肚里怀的是谁的孩子吗？碰掉一根汗毛，都让你们拿命赔！”我奉劝：“是啊，怀了隆重就别发疯了，娘娘路上小心啊！”他叫嚣要让业内封杀我们，我压根懒得理他。集团年审已经开始了，他的福气都在后头呢。北极星很快在业内打开名气，只是我们投什么标，冯勤勤也要掺一脚搅和。我去晨曦科技竞标那天，他早到一步，满脸傲慢，小门小户，拿什么跟我们争？这家晨曦科技，南北集团可是第2大股东，你说会把单给你们个体户，还是我？赵北北，奉劝你早点给滚，少丢人现眼！我一屁股坐下，自顾自喝了口保温杯里黑枸杞，告诉他，请善用其查查，我们北极星注册资金跟贵司一样，而且南北集团也入股了北极星，谁也不比谁高贵哦。我笑眯眯点开新闻，斗大的标题对他眼前：北极星传媒获南北集团1000万投资。照片里，赵思南跟我亲切握手，笑得眉眼弯弯。冯总，你怎么都不关心公司动态，怎么做事的？看来这心思都不在工作上啊。冯勤勤傻眼了，起跑线一样，那就比真材实料呗。冯勤勤带的主讲人是冯雨美，废物依旧。我摩拳擦掌，用实力全方位碾压，结果毫无悬念，北极星赢了。旁听的除了晨曦老总，我哥也来了。冯勤勤眼前一亮，就像等到了靠山，第一时间挺着肚子迎上。赵总，您可不能投资他这种道德败坏的人。赵北北吃里扒外，早就在外注册公司抢公司资源，他把自己做过的事全套我头上。张杰几次想替我辩解，都被我按住。我好整以暇，调整坐姿，继续编啊。他那些无下限的诋毁，让我哥数次蹙眉。可冯勤勤误把他的表情理解成对我的厌恶，越发添油加醋。赵北北在办公室搞小团体，借着职务之便偷挖客户，陷害领导。我哥眉目淡淡，听说他辞职是因为举报了你。对呀，他故意栽赃污蔑我呗。冯勤勤毫不心虚，言辞恳切，其他组员都能为我作证。我想毕竟是年轻人，给了他改过自新的机会，谁知道他不知悔改。你看他哪来的钱去66楼租办公室，肯定是出卖了我们机密，必须起诉他。我哥表情严肃，轻咳了声，估计是怕笑场。他格外严肃地看向我，赵北北，有这一回事吗？我瘪嘴叫冤，青天大老爷呀，可要为我作证啊，我有证据的。我二话不说，点开录音。赵北北，你现在工资才多少？聪明点，用我指定的供货商，以后我9你1，不亏待你。我电脑还连着音响，冯勤勤的声音立刻响彻整个会议室。他脸上血色一寸寸湮灭，不敢，这点算什么事？我跟赵总迟早一家人，谁会计较这点？赵北北，做人灵活点，这怎么能说是假账？笑话，你不做，别人就不做。我有的是办法让 HR 给你们颜色，离职证明也别想要。HR 都有群有圈子，但凡写点什么，你们别想以后进好福利好待遇的大企业了。你们组周姐需要赡养脑瘫外婆，邓哥小孩刚出生，他们迟早会向我低头，这就是现实。不服气，可职场就是这样，弱肉强食，都看关系的。你爹妈死得早，没教过你，我替他们教你呢。会议室里落针可闻，气氛凝固。
都看关系，还跟我一家人。我哥居高临下的看过去，压迫感强得让人心底发慌。冯琴琴一下就怂了，声音都不自觉小了。都是误会，我性格直，有时候难免嘴快，被有心之人断章取义。我立刻反问，哪句是断章取义？是你逼我们做假账，还是逼我们更换供应商，还是用 HR 威胁我们？冯经理，你到底指的是哪句？他死死瞪着我，目光恶毒的能把我五马分尸。但冯琴琴很快镇定下来，她还有撒手锏。她梗起脖子，毫不示弱地托起孕肚。思南，我也不怕告诉你，我跟你爸赵天福已经到谈婚论嫁的地步。之前瞒着你，是怕你们有想法，现在也该告诉你了。我哥长眉微挑，我肚里的龙凤胎就是你爸的种。龙凤胎，这反转，会议室吃瓜群众傻眼。冯琴琴抚摸着鼓胀的肚皮，里头的孩子就是他的定心丸。现在你弟弟妹妹也8个月了，不管你承不承认，这2个孩子都是你的亲弟妹。思南，你爸年纪大了，你作为大哥应该有容忍雅量，让赵家多2个血脉，也是为你们好。他那救世主的口吻把我哥逗笑了。弟妹，他笑不可支。下一秒，他揽住我的肩膀，我赵思南这辈子就这一个妹妹，别的阿猫阿狗关我什么事？冯琴琴不停输出的嘴僵住，诡异的沉默后，他开始语无伦次。不可能，他怎么会是？冯琴琴看着我，又看我哥，好半天才找回自己的声音。赵家小姐怎么可能？为什么不可能？我妹来自己公司学习，还需要通知你？我哥冷审，还是他有关系，待遇就会不一样。那公司那么多没关系的年轻人，怎么办？此刻，他想起自己在不同场合如何肆无忌惮地羞辱人。冯琴琴脸上表情也说不清是哭还是笑，一个劲挤出笑，都是误会。北北，你也真是，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？我们都是一家人。他拿出最低的姿态求我翻篇。如果我不是赵小姐，就是个普通的实习生，心理素质也没那么好呢。我不会轻易翻篇。牢牢盯住他，一字一句问：你作为领导，以驯服打压为乐趣，言语上作践，行动上排挤，让认真做事的人得不到尊重。是你告诉他们阿谀奉承才是一切。确实，蔓藤靠墙也能爬高，可一旦没了依仗，轻易就会被取而代之。冯琴琴慌了，直到他侄女摇晃他胳膊提醒：姨妈，你快给老赵电话呀，让他来教训他们。你名义上可是他们的妈，可不能这样欺负人。他们就是给你下马威，这头你绝对不能低。好生动的狐假虎威呀！我瞠目结舌。冯琴琴回过神，是啊，她肚子里是龙凤胎，也是一儿一女。赵思南有什么了不起？他的孩子可不比他差。为母则刚。冯琴琴一下支棱起来，立刻打电话给老赵，还开启免提，哭着说被人欺负了。我跟我哥都没吭声，他哭得肝肠寸断。我听到老赵平地一声吼：谁敢欺负你？别怕，我这就来。我跟我哥默默对视一眼，好家伙，戏演久了，还真当自己是回事了。大戏这才开场呢。老赵只用了5分钟就赶来了，当然快。今天我哥临时恢复了他的工作，他一直就在停车场候着。他进来时，冯琴琴还在大放厥词。等老赵来了，你们兄妹就当着他面给我赔礼道歉。我冲着他面子不跟你们计较。门开了，那瞬间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门口的老男人身上。老赵今天穿着司机制服，手上套着白手套。冯琴琴梨花带雨地扑了上去。老赵，看你儿女是怎么对我的。
他们根本不把你放眼里，还欺负我肚子里的宝宝。但看到我们兄妹也在，老赵满脸错愕，背一下就驼了下去。我哥开口了：老赵，怎么不介绍下？这位冯经理似乎对你我有误会。在场所有人其实都意识到哪儿不对劲了，可冯琴琴太沉迷董事长夫人的美梦，没发现老赵早就汗如雨下，双腿都在发抖。下一刻，他朝我们扑通跪下了：少爷小姐，我错了，是我鬼迷心窍，是我贪图享受误了事。冯琴琴都懵了，上去拉他：老赵，你叫他们什么？你一个当爸的怎么能对儿女下跪啊？老赵根本不敢看他一眼，他太清楚我哥的行事风格，眼看穿帮，干脆扇自己耳光，左右开弓，一个比一个响。这位是我家司机，也姓赵，我打断他的苦肉计，但不叫赵天福，我爸不在国内。在场吃瓜群众瞬间明白了怎么回事，冯琴琴傍到的大款是个假货。他沉默片刻，强装镇定笑了：怎么可能？我知道了，老赵，你是不是考验我，让他们陪你演戏？我孩子都要生了，你还想考验我？我不会信的，我看过你的身份证，你就是啊，那都是假的。老赵垂着头低啜，他猛地整个人宕机一样瘫软在地上，血色尽退，半天起不来。其实我暗示过他，当他在办公室炫耀爱马仕时，我提过要不要去验验，就能知道真伪。他却觉得我在嫉妒，当众损了我一顿。老赵骗人的手法并不高明，能死死拿捏住他，就是吃准了冯琴琴虚荣拜金享一步登天的心态。一个习惯走捷径的人，迟早会走上岔路。性格决定命运，我哥说的没错，众人都被这瓜给搞得消化不良了，尤其以前的同事。难怪那个爱马仕摸着怪怪的，但不敢说，作威作福，结果一场空啊！别人养小白脸，他倒好养个老的，图他老，图他穷，图他不洗澡。冯琴琴借了好几笔钱给他，还能要回来不？听着这些嘲讽，冯琴琴胸口起伏，发疯一样冲上去跟老赵厮打一起。老赵一下子就把他推开了。我一开始就说了，我是司机，你非要倒贴，非要给我买这买那，你活该。你以为我是大款才犯贱倒贴，现在怪得了谁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跟几个老总都不清不楚，这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都不知道呢。可别赖我！冯琴琴尖叫着晕倒。可惜警车这次比救护车来得更快。冯琴琴从我家顺走的东西足够立案，她被警察带走时，我顺便告诉她，你经济犯罪的证据我也提交了。就在今早，你的老相好财务总监徐总因为职务侵占被逮捕，数额巨大，起码8年以上。你作为他的情妇，一定知道很多吧？最好早点交代，戴罪立功。这次被清洗的人都是历史遗留问题了，进得早，根基深，人脉广，也带起了集团里贪污腐败的风气。我哥费了一番功夫才将蛀虫清掉，为了不打草惊蛇，冯琴琴这种小卒才一直没动。不仅他们，老赵也因为涉嫌诈骗被逮捕。蓝底白字正式出了后，论坛上不少被冯琴琴欺负过的员工发言，大呼天理循环，报应不爽。几个月后，北极星拿下大单那天，我请我哥去吃馄饨，几十年的老字号了，味道还是跟小时候一样。妈妈以前带我们来过，我哥点的鸡汤味，他还是一点辣都吃不得。你记得不？那次我趁妈不注意，给你喂了个大的，结果卡住了，我又是拍又是抖，最后被妈罚了3周零用钱。我说是啊，你拎着我的腿抖，让我喜提地府半日游。他说真记仇，
现在北总赚了大钱，就请我吃鸡汤馄饨，好残忍。那是克扣亲哥，别有一番成就。嘻嘻，记忆里妈妈是很节约的人，哪怕很有钱了，她也会教育我们不要浪费。长大后，我才明白那不是抠门，她只是同理心强。浪费这种行为会让她觉得歉疚。馄饨还是儿时记忆的味道，我偶尔想，现在的我已经能保护当时他了。我跟我哥吃完最后一口，默契的相视一笑。他突然严肃说：“哎呀，北总牙齿里有菜渣子，是马氏吗？”我立刻闭嘴，偷偷咧嘴，用手机照。上当了吧？我哥长腿一迈，边笑边跑路。赵北北，你还是追不上我。我面目狰狞，追着他一路打，天高气爽，鸡飞狗跳。我认为这就是最好的生活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